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抱着发烧哭闹的女儿，面对着堵塞的下水道崩溃时，丈夫在酒店包场为他的暧昧对象庆生，婆婆把瓜子皮吐在地上，连男人都笼络不住，活该！我捏紧兜里的中奖彩票，想离婚了。昨晚女儿小乖突然高烧，市区大雨半个小时都叫不到车，婆婆睡觉不愿起，给丈夫张应打电话，被立刻挂断，半天回过一个字忙。但她的暧昧对象何木在朋友圈里大晒幸福，戳穿了她的谎言。照片中精心布置的背景，6层的蛋糕塔，纸醉金迷，众人或祝福或羡慕的目光中，何木头戴水晶皇冠，幸福的像个公主。配文：今晚全场消费由张公子买单，偷偷许愿想和艺人朝朝暮暮。他与张应共同持刀切蛋糕塔的样子，俨然一对恩爱夫妻。结婚5年，我从不知张应可以笑得这么温柔。半个月前我过生日，女儿拉着张应撒娇：“爸爸，我们一起祝妈妈生日快乐好不好？”张应摸摸女儿的头拒绝：“妈妈是大人了，不过生日。”我在医院落汤鸡一样抱着女儿跑上跑下，孤立无援时，我的丈夫在为别的女人过生日。女儿喉咙发炎化脓，从医院输液回来已经是中午。3岁的孩子不知如何忍痛，本能的依赖在我身上，不肯下来。我饥肠辘辘到厨房，想吃口东西，水池里却是婆婆泡着的盘碗，没倒掉的食物堵塞了下水道，漾起的水面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，顿时胃口全无。下水道堵了，婆婆坐在沙发上嗑着瓜子，随口把皮吐在地上，吩咐我：“你赶紧通一通。”女儿嗓子又痛，哭闹起来，安抚无效，我更觉疲累不堪。您给物业打电话让他们来吧。婆婆眉毛一挑，调大电视音量，那不又得花钱？我儿子挣钱多不容易，你花起来倒痛快，你不知道心疼他。我这个当妈的再不心疼，我儿子还有活路吗？我忍无可忍打断他：“你舍不得让我花100块通下水道，可你儿子昨晚给别的女人过生日，一掷千金。”婆婆一愣，我将手机里的照片扔给她，她笨拙地放大缩小，仔细看何木那张精致的脸，片刻后扔到一边，语气平常：“一起切个蛋糕，多大点事？我早就提醒你，该把心都用在伺候自己男人身上，谁叫你成天围着个丫头片子当宝贝转？就算是真的，连自家男人都笼络不住，也是你丢人活该。”我气得浑身发抖。女儿好像感应到我的情绪，停止了哭闹，滚烫的小手搂住我的脖子，乖乖贴在我身上：“妈妈，不要生小乖的气。”稚嫩的嗓音沙哑：“是小乖不好，小乖不哭了。”在长期打压的家庭环境中，女儿对情绪非常敏感，小年纪已经被驯化出讨好型人格。面对女儿的乖顺，婆婆撇嘴不屑，就知道说废话，还不赶紧下来，让你妈去通管道做饭。丫头片子发个烧还值得去看，真当前是大风刮来的。婆婆不喜欢我，也不喜欢我女儿小乖。当初我怀孕，婆婆到处托人找关系，想知道男女。得知是女儿后，哪怕当时已经6个月了，依旧劝说要我打掉。女孩结婚就是别家人了，养了也没用。而我坚持不肯的恶劣态度，让婆婆对我更加不满。对此，丈夫张应从来都是大孝子做派，急了只有一句：“那是我妈呀，你要我怎么办？”怀中发热的女儿，厨房阵阵刺鼻气息，满地的瓜子皮持续下落，
手机屏幕上那对男女如同一把生锈的锯，被割断神经的那一刻，我抱着女儿夺门而出。婆婆的声音尖利刺背：“干嘛？一个孤儿还学人离家出走？告诉你，我儿不可能去找你，你个吃白饭的，带着个赔钱货，到最后也只能没脸没皮的滚回来。”我紧紧捏着口袋里中奖的彩票，抓住老天给我的重活一次的机会，带着小乖刚办完宾馆入住，张应的电话就追过来：“温婉，我妈这么大岁数了，天天在家帮你看孩子做饭，我不求你能感恩，但起码懂点人事吧。你一拍屁股走了，我妈多担心。现在马上回来给我妈道歉，我如此忤逆。”婆婆咽不下这口气，张应这个大孝子自然要兴师问罪。他说的理所当然，声音很大，从听筒炸出。女儿立刻担忧地看我，我摸摸她的头，给她打开电视机，不想让她看到父母吵架。我去其他地方接电话。张应，我自己带着小乖去医院输液的时候，你在哪？你在陪别的女人过生日。你有什么立场指责我？张应啧一声，满是不耐烦。温婉，你说话要不要这么难听？和睦是我很重要的客户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以为我像你一样，在家坐着什么都不干，就有人给钱？又是这个理由？和睦的确是张应的客户，但他们之间的种种早已超过了维护客户的分寸。车座下开封的 BYT 包装，张应说是借车的哥们干的荒唐事。他领口的口红印是应酬时的不小心，情人节送出的名牌包，化妆品是为了留住大客户的必要措施。他甚至连瞒我都懒得多费一点心。温婉，你自己赌气，不要连累孩子跟你一起吃苦。小乖还发着烧呢。真是没见过你这么不负责任的母亲。原来他知道小乖生病了，可他没有选择关心孩子，而是用此威胁我，真惹急了我。你一个家庭主妇怎么养活孩子？还是说你愿意放弃小乖的抚养权？孩子做错了什么？要小小年纪缺爹少妈的为你买单？我也曾在疲累的拉锯中想过要离婚。可面对自己30多岁的年纪，几年的事业空窗期，年幼的孩子，现实情况落在脸上，重重一巴掌。走到这一步，怪我自己当初信了张应的鬼话。我与张应是大学一起申请贫困补助时相识，我是孤儿，他有一个没工作的寡母，日子都过得捉襟见肘。其他同学享受美好青春时，我们在为下个月生活费努力，同样拼命学习，拼命挣钱。相似的经历，不觉间拉近两人的距离。一次晚上，从打工地点回宿舍的路上，我被一双操手拉住，要扯进小胡同。是张应一砖头拍在那人头上，他抓着我的手拼命地跑。到宿舍前也没放开。我知道你今天夜班，太黑。我不放心。温婉同学，我们以后也能一起奔向好日子吗？那一刻，我想他是真心的。婚后，我们也曾并肩奋斗过。他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我，我精打细算的花每一分钱。后来我们开始创业，没日没夜，赶上风口。日子慢慢变得好起来，我以为人生的苦终于要吃完了，直到婆婆在老家伤了腿。那时婆婆眉眼都是讨好小婉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在她的承诺中担任起照顾婆婆、操持家庭的重任。张应信誓旦旦说只是一阵子，但一阵子接着一阵子，一晃到如今，张应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买了房子车子。婆婆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向下。刚结婚时柔情蜜意是真，现在的相看生厌亦是真。张应挂断电话前最后一句是：
温婉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他那么自信，我绝对离不开他。情感的存折已经透支为负数，可我的个人账户却多了钱。这次他要失算了。我给朋友打电话商量事宜，通话被来电提醒打断。没想到何木竟会联系我。何木约我咖啡店见面，精致的眉眼毫不客气地上下打量我。我将小乖送去幼儿园，又赶到咖啡店。天气炎热，发丝粘在脸上。何木说他是来跟我解释的，尽管我没有义务这么做，但是我不希望自己在你眼中是个第三者，这对我不公平。我和张应是合作伙伴，是朋友，清清白白的朋友。不过我尽力理解你，作为一个中年家庭妇女，见到自己丈夫身边出现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，的确会有些危机感。听说你和张阿姨吵架，还带着孩子离家出走了。温女士，也许我这么说不合适，但是我和张应这样的商务人士，真的没你想的那么闲。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也该知道有时追不上对方的脚步，就该放手，不要做别人路上的绊脚石，惹人生厌。他的语气客气又高傲，那是长期位于上位者的姿态，像只刺人的玫瑰。我慢慢咽下一口水，静静地看着何木。何小姐家境不错吧？她勾起嘴角，算作默认。最早听见何木的名字时，是张应口中藏不住的羡慕。何氏集团的千金。温婉，你说为什么我们奋斗一辈子的财富只是人家的起点？当时我还劝他，人生又不只有财富，把握当下拥有，和爱的人幸福才是最重要的。现在想，我傻得像被偷了脑子。所以何小姐应该不知道，住在地下室，衣服会潮湿发霉，不会觉得方便面是改善生活的美食，更不会知道一个腿伤的老太太卧床上拉尿该怎么接。你是想说你和张应同甘共苦的情谊？何木打断我的话，可我没理由听这些。温女士，你确实闲得太久了，现在这个年代了，早不提倡苦难可贵了。不，我摇摇头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张应最开始不过一个穷小子，你如今看到能和你并肩而立的张应，是踩着我的肩膀爬上去的。我和张应何去何从都是我们的事，这段关系中不会有你的位置，你没资格指导我的未来。我将一张纸钞压在桌面，这是我这杯水的钱。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惊讶。温婉。张应确认是我后，转而愤怒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？因为你那些可笑的理由烦我不够，还要骚扰我的客户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简直像个无理取闹的泼妇。何木温柔地打断张应，你误会了，是我约温女士出来的。最近看你因为家庭原因疲累，担心拖慢工作进度，我本来打算解释一下，但温女士说我没有这个资格，是我逾越了，怪我。张应脸色铁青，极力压抑回自己的怒气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是我不应该把这些情绪带到工作中。他苦笑一声，让你见笑了。温婉这些年在家被我养着，都呆傻了，以为全天下都像他一样，就知道男女那点事，误会了你的好心，该道歉的是他。说着，他又皱眉看我，还不给何小姐道歉，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，你们俩这样假装坦荡，不会连自己都信了吧？真叫人恶心。随着我恶心两字落地，张应顿时拧眉立目。温婉，马上对何小姐道歉，不然我真的会郑重考虑我们的婚姻关系。他按着眉心对何木说，抱歉，温婉从小没有父母，没人教她什么叫做礼貌。话音未落，我端起桌面上的水泼了她满脸。张应向来精心打理的发型被水浇湿，显露日渐后移的发际线。
你疯了！他吼得破了音。张应，不用你考虑婚姻关系。我将水杯放回桌面，我们离婚。刚出咖啡馆，又接到小乖幼儿园老师的电话。小乖妈妈，小乖奶奶刚刚非要把孩子接走，我想跟您确认一下情况。电话那边是婆婆尖利的哭嚎：没天理啊！儿媳妇用孩子要挟我儿子，你们还拦着不让我见我孙女，老天爷你不开眼啊！我今天就看看谁敢拦我，我老太婆就是一头撞死在这儿，也不受你们这些嫌弃。奶奶您拽得我好疼，妈妈，我怕。女儿惊恐的哭声牵扯着我的心脏。婆婆厉喝：哭什么？你妈都不要你了，你还叫她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跟奶奶走，要不谁都不要你了。我一边报警一边往幼儿园赶。警局中，婆婆一张嘴颠倒黑白，指着我鼻子骂：这个女人太恶毒了，就因为我儿子上班忙，就跟我儿子闹脾气，还带我孙女离家出走。可怜孩子这么小，还病着，就被亲妈当筹码作践呢。我是可怜我孙女。温婉，你不配当妈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女儿缩在我怀里，被吼声吓得阵阵发抖，连哭都不敢发出声，抓着我的衣角，语气哀求：妈妈别不要我，我会很乖的。警察看得皱眉，劝我夫妻之间的事儿尽量大人私下解决，这么闹，孩子都得让你们折腾出心理创伤了。是啊，我也想尽力，想为女儿竖起的屏障，可却总被张家母子轻易炸毁。我能为他编织出父母恩爱、家庭和睦的假象，可我没法控制其他人配合我演出。既然谎言注定要被戳破，与其在虚假中战战兢兢，不如坦然面对真实的生活。抱紧女儿，我一遍遍抚摸着她的背。小乖不怕，有妈妈呢，不管以后有什么事，我们一起面对。妈妈永远不会抛弃你。我没有体会过父母的爱，所以当初张应对我的一点点好，足以让我沉沦其中。我不想我的女儿也这样。警官，不是离家出走。我声音轻柔又坚定。我丈夫出轨，婆婆重男轻女，我正准备起诉离婚。婆婆一拍大腿，唾沫飞溅：你一个这么多年吃白饭的，敢跟我儿离婚？我儿子天天累得要死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们娘俩污蔑我儿。我看是你外边有人了，想着跟我儿离婚分家产，好去找你的姘头。不要脸的贱货！我呸！警察听不下去拦他，差不多得了。闻讯赶来的张应身后还跟着何木。张应过来猛推我肩膀，猝不及防，我磕到墙上。温婉，你太过分了，你竟然报警抓我妈！警察赶紧呵斥住他：干什么？有事儿好好说，你当这是哪呀？而何木则从包里抽出纸巾递给婆婆：阿姨，没事儿，我们来了，您别害怕。婆婆看着何木，嘴角顿时扬起，拉着对方的手，面脸堆笑：你就是何木吧？这孩子不光心善，长得还这么俊。又嫌弃地看看我，哎，可惜我老婆子没福气啊，家门不幸，娶了这么个丧门星。婆婆沉浸在自己的戏里，没注意到何木皱眉抽出自己的手，而张应指着我鼻子，气得浑身发抖。离婚，温婉，滚出我的家！如同那年他说想和我有个家时一样坚定。真正起诉离婚时，我才知道张应这些年竟然一直在转移财产，除去我们现在住的房子，其余2处房产都在他母亲名下。公司更以我从未参与过经营为由，拒绝分割股权，只有一直用来威胁我的女儿抚养权，意外的拱手相让。孩子还小，总是跟着妈妈好一些。张母本想要女儿的，理由是长大结婚能换彩礼，如果以后张应结婚再有孩子，还可以帮忙
带弟弟妹妹，但张应拒绝了。他打算正式追求和睦，人家一个没结过婚的千金小姐，我带着个孩子怎么入人家爹妈的眼呀？张母又絮絮叨叨自己的儿子如何优秀，放在古代就是做驸马的料，这些年都被我这个丧门星耽误了。张应能送得起和睦10几万的包，却不想出女儿每个月1000块的抚养费，还说要孩子不是为了钱，要不然就让小乖跟着我，让我妈带回乡下，带好带坏，反正能活。你每个月给我们抚养费，反正法院判的话，你连工作都没有，不占优势。张应说这话的时候，神情冷漠温婉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但他当庭看到我的律师出具的证明后，脸瞬间变黑。我不仅开出了稳定的工资证明，还收集了大量他与和睦的亲密照片，不仅有我带孩子去医院那天的庆生照，更有他们在甜品店互喂对方冰激凌，咖啡店里张应为和睦擦拭嘴角，一同去奢侈品店买东西的记录，音乐节大屏幕上的亲吻环节，他们在众目睽睽中吻的动情，这些都是我雇的私家侦探用他们的渠道合法取得的。幼儿园的老师也为我证明，孩子的事儿从来都是我一个人负责。张应无论作为丈夫还是父亲都不合格，我不仅要求分割财产，更要追回那些夫妻存续期他送给女人的奢侈品。婆婆当庭撒泼，甚至想要冲上来打我。温婉，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些脏心眼子？哪家女人不是在家规规矩矩相夫教子，伺候公婆？你倒好，查自己的男人。我看是你早就不想跟我儿好好过日子了。我儿子辛苦挣下的血汗钱，凭什么分给你个吃白饭的？你就是欺负我儿子老实，贱人！婆婆蔑视法庭，被当场赶了出去。法院判决张应作为婚姻过错方，不仅要分割房产车辆，还要对公司资产进行清算，按比例赔付。至于那些奢侈品也要追回。拿到离婚证的那天，张应看我咬牙切齿，温婉，真没想到你竟然跟我动心眼，有你这样的枕边人，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怕。我冷笑几声，张应，你能不能别总像疯狗一样反咬啊？你半夜就不会被自己的良心骂醒吗？哦对，你这样的东西怎么会有良心？张应捏紧拳头，女儿拦在我身前，一双葡萄似的眼睛瞪着他，你离我妈妈远点。张应被呛声几乎咬碎后槽牙，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？你不负责任，不配做我爸爸。女儿却毫不退缩，自从我对张家的态度强硬起来，连带着女儿都坚强了许多。言传身教，张应又冷哼几声，算了，跟你们有什么可置气的？分给你的那点钱全当可怜你们了，以后等我和和睦结婚，前途无限。他可不像你什么助力都给不了了，到时候怕是你们娘俩后悔的半夜只能对着哭。我笑，那就走着瞧。张应以为我是打肿脸充胖子，不肯服输而已。毕竟这些年他早已将我归为只会做饭带孩子的家庭主妇。张应这个王八蛋估计自己都忘了，当初创业的时候，你谈下的单比他多，朋友林月骂得痛快，别管是专业能力还是人际关系，你都比他强上100倍。林月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，我和张应结婚时没办任何仪式，只请了彼此几个朋友在一间苍蝇小馆吃了顿饭。当时林月说，她就是我的娘家人。张应，你要是敢对不起小婉，我就是连夜劫机也要飞回来打死你。林月是不婚主义者，大学毕业毅然出国捞钱，这些年时差原因，加上后来我将自己困在家务中，
联系一度减少，但感情未变分毫。年前他回国创业，想拉我一起，但当时我在张应的打压中，觉得自己已经被时代抛弃，加上自己手上又没钱，拒绝了他的好意。中彩票那天，我本来第一个电话是想要打给张应的，但当时他正在陪和睦，挂断的电话让他错失了我们婚姻的最后一班车。打定主意离婚后，我干脆把彩票直接给了林月拿去兑换，毕竟张应欺我在先，我总不能还要分给他钱。500万的彩票扣税到账400万，直接投进了林月的公司。而离婚这段期间，也是他帮我联系律师找侦探。拿到结婚证的那天，林月送我一份离婚礼物，公司1半的股权。林月说，现在该兑现我的承诺了，那个王八蛋欺负你，咱们就不能让他有活路。我们公司的范畴与张应相同，实打实的竞争关系。林月在国外接触的行业领域更开阔一些，有他的帮助，我很快重新上手。抢下张应公司第1单那天，林月比我还要兴奋。抢下第3单的时候，林月已经意兴阑珊，要我说张应能走狗屎运，全是靠你。我靠在老板椅上，抽空回复着女儿班级群的信息。林月推推我，听说了吗？张应打算吃软饭，想做何氏集团的上门女婿。跪舔的那做派在圈里都传开了，当然听说了。接女儿的时候，张母特意等在门口堵我，她用眼皮撩我们：“小乖啊，你爸又快结婚了，新妈妈又有钱又漂亮，可惜你这个丫头没福气，跟你妈一样吃苦的穷命。等你爸结了婚，新妈妈生了小弟弟，你去家里照顾弟弟好不好？跟着你妈吃苦受罪，比不上你爸扬手给你露的一口。”女儿奶声奶气哼一声：“我只有一个妈妈，你是谁呀？再不走，我让警察叔叔抓你。”张母脸色难看，跟着谁学谁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我带着女儿上车离开，不屑再多给她一个眼神。张母看着我们的车，直皱眉。温婉还说：“你不是靠人，这车是哪个野男人给你买的？”说着，他又撇嘴：“该不会是把我儿赏你的钱都挥霍了吧？告诉你，花完了你就是穷光蛋，别想找我儿哭穷，让我儿再可怜你。”我滴滴2声，对着他开过去。张母本来还不想躲，见我竟没有减速的意思，才仓皇躲开，狼狈地摔在地上。这些天连续追着客户跑，现在瘫在老板椅上，方觉三魂归位，揉着酸涩的肩颈，我悠然说道：“下个月何氏有项目公开招标，张应参加了。”林月有些犹疑，可张应现在和何氏的关系？我歪头看他勾勾手指，像是年少时分享八卦。你说何氏集团能有今天，董事长不能是傻子吧？何慕这些年负责的都是何氏的小项目，何家可不止他一个孩子。林月挑眉，我说：“你这些天忙活什么呢？既然如此，那就……”他眼神一亮，办他。张应在招标会见到我的时候，满眼惊讶，毕竟公司还是顶着林月的名字。他将我拦下，温婉：“今天这个场合不是让你胡闹的。”我上下扫他2眼，绕开，有病。张应又挡在我身前。我知道林月是你朋友，你开口求他，他肯定会把这个跟我见面的机会让给你的。但不管你再怎么后悔，我们都已经离婚了，而且我现在身边已经有和睦了。你不会不知道和睦是何氏集团的千金吧？林月也是，多大了还这么意气用事，我被他恶心的要吐了。但好在里面出来助理接人，张应以为是和睦派来接他的，赶紧整理一下自己的衣衫，迎上来人准备握手，手都伸出去了，却被人直接掠过。温小姐，
这边请。来人礼貌地对我示意。我道谢后，饶过张应，大步向前，转头对着张应唇语垃圾。会场内，何木见到我也是一愣，他悠然踱步到我身边。温女士是来？哦，我们何氏今天确实外包出一部分保洁的活。温女士走错地方了，打扫工具去那边领。我默默翻个白眼，又露出个微笑。何小姐，法院判你归还的包还有2个没给呢，正好一会儿您父亲也来，要不我跟他说说这事儿。何木脸上一下变得难看，他咬着牙强迫自己笑道：温婉，你是穷鬼做惯了，才这么在乎那些芝麻吗？你知道今天这个会场要谈的项目价值多少吗？他恢复轻蔑神情，购买你这样的人几百辈子的命。我退后2步，他以为我怕了，哼笑一声。温婉，张应可能是你这辈能捞到的最高配置了，所以失去了，你才会这么念念不忘。但你再怎么不甘心，现在他也不是你的了。我这人呢，从小大小姐脾气惯了，我喜欢的东西，只要我想，我就能得到。我蹙眉咂舌，第一次听说千金小姐癖好是捡人不要的垃圾。一声没忍住的女声嗤笑传来，温小姐真是一阵见血。何木看见来人，面色一僵，来的是何家的另一个女儿何晶。大小姐。何晶不屑道：何木，你在外面就是这么给自己脸上贴金的？何木虽然脸色难看得要命，可还是强忍酸涩说：今天会场的工作，父亲交给的是我，谁跟你抢这种活？我是来见温小姐的。何晶伸手与我相握一会儿，好好发挥。何木看得满脸狐疑，但竞标已经开始。何董事长端坐中央，何晶坐在何董身边，何木坐在他们身后。张应胜券在握，率先介绍自己公司的方案。不得不说，他很重视这次竞标。听说他为这次竞标砸进了大笔现金流，可以说胜败在此一举。张应预案做的有些东西，何董不时轻轻点头，这极大地加强了张应的自信。目光飘过我的时候，满是轻蔑。讲解到最后结束，张应笑得很腼腆，甚至有些脸红。我们公司真诚地希望和林氏集团合作，我本人也想把这次合作当作一个礼物，送给一个人。这番话引起了何董的注意。哦，谁呀？张应却又卖起关子，这个还是等最后再说，以免有些人小人之心，误会了何氏的公允。说小人之心4个字时，他恨不得把我的脸钉出洞。张应的提案虽然不错，但在真正的技术面前，他就是弟弟。我做介绍时，何董打断了好几次，并不是因为听不下去，而是想要更深入的了解。随着我与何董的交流，张应的脸慢慢僵下去。最终结果公布就要公布的时候，张应突然起身：何董，我有个小小的提议，这个重要的结果可不可让您的千金何小姐来揭晓？毕竟这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。何董蹙眉不解，但果有容人之风。他将文件递给何晶：那晶晶你来吧。张应脸色一顿，我们赢得毫无悬念。张应仓皇起身时，甚至带倒了椅子。他将不解求救的目光投向何木，而对方却皱眉躲开。也许是投入太多，让张应一时间昏了头。他竟然问何董：我是您的未来女婿，您为什么要去帮衬别人呢？何董一脸茫然地看向何晶：你男朋友？我才不捡垃圾。何晶一脸被脏东西蹭到的厌恶，他看向何木：该不会是这位何小姐的男友吧？何董这才像是想起身后还有人，皱眉问：怎么回事？我不认识他，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何木连看都不看张应，张应崩溃了，他过去一把抓住何木的手腕：你怎么能说不认识我呢？不是说这次竞标成功，
就带我见你爸吗？小木，你怎么了？何木嫌弃地甩开他，你有病啊！我怎么会认识你这种东西？我暴毙在一边看够了热闹，悠然开口：何木小姐，贵人多忘事。我这儿倒是存着开庭时候的那些证据照片。在何董的询问下，我将往事全盘托出。何董看着那些照片，眉头皱成深切。最后他看着何木说：你太让人失望了，以后不许再打着我女儿的名号招摇撞骗。何木如坠冰窟，他还想解释，却被保镖拦下。何董离开后，何晶看着还在发愣的张映说：她根本就不是我爸的女儿，他爸是我家的花匠，心脏病突发死了。我爸见他可怜，又和我差不多大，就留他在家跟我一起作伴。是他小时候装可怜，过生日说自己没有爸爸，死皮赖脸叫爸爸，还擅自给自己改了身份证，成天打着何家的旗号招摇撞骗。不过别说，你俩渣男配绿茶，倒真是一对。何晶输出完，过来拍拍我的肩：温小姐如今否极泰来，希望咱们后续合作愉快。张映像是疯了，他执拗地过去掐着何木的脖子：你骗我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把我害惨了。何木毫不相让地恼了张映满脸花：你这个废物，自己烂泥扶不上墙，还拖我下水，我跟你拼了！张映抓着何木的头撞墙，何木拼命地在张映身上挠下道血肉。两人在扭打过程中，何木抄起签字笔，狠狠捅进了张映的眼睛。张映半张脸都是血，像是地狱伥鬼，一口咬住何木的耳朵。何木剧痛之下抓住张映的胯间软物，挤爆，一声惨烈的哀嚎。我与何晶冷眼看到最后，报了警。何木故意伤害，被判了15年。宣判当天，张母想要冲上去打人，被拘留了15天。无人照料的张映在医院每次弄脏床单，都备受护工白眼。张映出院后又来找过我，他音色柔和了许多，想和我复婚。温婉，我想明白了，我们才是彼此唯一的爱。以后你想上班就上班，我可以在家照顾我妈，照顾小乖。我冷眼看他：张映，你以为我像你一样闲，每天脑子里只有男女那点事？哎，不对，你现在连男女那点事都想不了了。现在跟我复婚，是想接着吃我这儿的软饭？你算盘珠子崩我脸上了。他不死心，跪在公司门前苦苦哀求。报了警他就走，隔天再来，像是狗皮膏药烦人，气得林月每次路过都要骂上一通。后来我无意把这件事说给何晶，全当闲聊。但张映过了几天真的没再出现，听说是喝多了酒，走夜路踏空，摔断了腿和几根肋骨，肋骨插进肺里，人躺在 ICU 昏迷不醒。张母来印证了这件事，她在幼儿园门口拦住女儿，第一次真的哭得掏心掏肺：小乖，跟奶奶去看看你爸爸吧，奶奶治不起了，你妈要是见死不救，你爸就只能放弃治疗了。小乖，快去给你妈跪下，求你妈救救你爸。女儿用力挣脱开，飞快地跑到我身边：我不叫小乖，也不认识你，你别想用我欺负我妈。张母颤着嘴唇，看看女儿又看看我，两眼一翻晕了过去。幼儿园的老师打了救护车，张母突发性脑溢血，连医院都没到人就没了。而医院的张映也许是感知到什么，当晚也没了呼吸。我替女儿在死亡通知上郑重签下她的名字温熙，我早就给她改了名字，蒸腾向上的意思。当初张小乖这个名字是张映起的，他说以后要跟你妈妈一样乖哦，但他凭什么要乖呢？他可以善良，可以温柔，可以有锋芒，有力量，他的人生无限可能，却唯独不能要求他乖。
走出医院，女儿牵着我的手，一蹦一跳，耳边鸟鸣，鼻息花香。我们步步走向美好未来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